第一课，有效的谈判技巧。嗨，安娜，我正在为一次重要的谈判做准备。你对如何进行有效谈判有任何建议吗？嗨，约翰，谈判可能具有挑战性，但使用正确的技巧，谈判可以取得成功。首先，进行研究并收集所有必要的信息。这是个好观点。在进入谈判之前，我将确保收集所有事实和数据。我还应该记住什么？了解对方的观点至关重要，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尝试预测他们的需求和顾虑。了解他们的观点是有道理的。通过这样做，我可以找到共同点并提出有利于双方的解决方案。我应该如何开始谈判？首先，清晰简洁地陈述你的目标，要自信和果断，但也要对妥协和寻求共同协议持开放态度。我会记住的。从明确的目标着手将有助于为谈判定下基调。我的目标是双赢的结果。我应该使用任何具体的技巧吗？积极倾听是至关重要的，注意对方在说什么，并提出相关问题，这将表明你重视他们的意见并愿意找到共同点。积极倾听是我需要提高的一项技能。我会努力专心倾听并提出深思熟虑的问题。我怎样才能确保谈判期间的积极气氛？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保持专业和尊重的举止，避免防御性或对抗性，专注于眼前的问题，而不是人身攻击。保持专业和尊重的态度很重要。即使事情变得充满挑战，我也会保持冷静和镇定。我该如何处理异议或分歧？通过提供证据和逻辑推理来解决异议，保持冷静，以清晰和有说服力的方式表达你的观点，准备好提供替代方案。用证据和逻辑推理处理异议是合理的。我将准备一份支持事实清单来支持我的论点。我怎样才能以积极的态度结束谈判？总结商定的要点，并确保对后续步骤有清晰的了解，对有机会进行谈判并保持专业语气表示感谢。总结要点并表示感谢是积极结束谈判的好方法。我一定会在谈判期间询问他们的情况。还有最后的建议吗？请记住在谈判过程中保持灵活性和适应性，对创造性的解决方案持开放态度，愿意找到共同点。祝你好运！谢谢，我很感激你的指导。我将运用这些技巧，满怀信心地进行谈判。这是个成功的结局。第二课，克服自我怀疑。嗨，安娜，有时候我会怀疑自己的能力。我怎样才能克服自我怀疑，更加相信自己？嗨，约翰，自我怀疑很常见，但请记住，每个人都有不确定时刻。认识自己的能力并挑战负面想法很重要。听到这真是令人放心。当自我怀疑蔓延时，
我会努力提醒自己的长处和成就。我怎样才能停止将自己与他人进行比较？专注于自己的进步和旅程，比较可能不利于自尊心。庆祝您的成就，并为个人成长设定切合实际的目标。这是个很好的建议，无论多小，我都会将注意力转移到自己的成长上，为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我怎样才能让我内心的批评者保持沉默？通过质疑负面的自言自语的有效性来挑战其有效性，用积极的肯定和对过去成功的提醒代替自我批评的想法。我会有意识地努力质疑自己的消极想法，并用积极的想法取而代之。是时候善待自己了。如何在不熟悉的情况下建立信心？做好充分准备并获得必要的技能和知识，在安全的环境中练习，提醒自己每个人都是从初学者开始的。准备和练习是有意义的，我会确保自己做好了应对陌生情况的准备，并记住成为初学者没关系。当出现自我怀疑时，我该如何寻求支持？联系值得信赖的朋友、家人或导师，他们可以提供鼓励和指导。分享你的担忧可以帮助缓解自我怀疑。寻求他人的支持很重要，我会记得分享我的奋斗经历，向那些相信我的人寻求指导。我怎样才能把失败当作学习机会？改变视角，将失败视为成长的垫脚石，分析出了什么问题，从中吸取教训，并利用这些知识进行改进。我会改变心态，将失败视为一种宝贵的学习经历，而不是我能力的反应。现在是拥抱增长的时候了，我怎样才能保持积极的心态？用积极的态度包围自己，练习感恩之心，参与自己喜欢的活动，专注于自我保健，培养自信心和韧性的心态。保持积极心态的好方法，让自己保持积极的心态，是保持积极心态的好方法。我会优先考虑自我保健和自信心。当自我怀疑挥之不去时，我怎样才能保持动力？设定切合实际的目标，并将其分解为可管理的步骤，庆祝沿途的小胜利，提醒自己的进步。将目标分成小步并庆祝胜利听起来是个不错的策略。我会通过承认自己的进步来保持动力。有克服自我怀疑的最后秘诀吗？请记住，自我怀疑是旅程的正常部分。对自己保持耐心，练习自我同情，相信自己的潜力。你有这个。谢谢，感谢您的支持和指导。我会实施这些策略，更加相信自己。这是为了克服自我怀疑。第3课，掌握时间管理。安娜你好，我经常在有效管理时间方面遇到困难。关于如何提高我的时间管理技能，你有什么建议吗？嗨，约翰，时间管理可能具有挑战性，但有一些策略可以提供帮助。首先，根据重要性和截止日期确定任务的优先级。确定任务的优先顺序听起来是一个很好的起点。我将列出一份清单，重点介绍最紧迫和最重要的问题。
我怎样才能避免拖延症？将任务分成更小的、可管理的块，为每个部分设定具体的最后期限，并追究自己的责任。使用诸如番茄技巧之类的技巧来保持专注。将任务分成小部分并设定最后期限将有助于我避免拖延。我会尝试番茄技巧来保持专注。那分散注意力呢？通过创造有利的工作环境来最大限度地减少干扰，关闭通知，限制社交媒体的使用，并与他人沟通界限。创造一个不受干扰的工作环境至关重要。我将关闭通知并告知我的界限，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干扰。如何准确估计任务持续时间？跟踪您在任务上花费的时间，以更好地了解任务需要多长时间。使用计时器或时间跟踪应用程序等工具来提高您的估算技能。跟踪我的时间将帮助我更准确地估算任务持续时间。我将使用计时器或应用程序来监控每项任务需要多长时间。我怎样才能保持井井有条？使用计划器或数字日历来安排和跟踪您的承诺，将项目分解为较小的里程碑，并为重要的截止日期设置提醒。计划器或数字日历将帮助我保持井井有条并记录我的承诺。我会将项目分解成里程碑并设置提醒。如何管理中断或意外任务？在日程安排中留出一定的灵活性，以适应意想不到的任务。评估其紧迫性和重要性，如有可能，重新安排时间或进行委托。允许灵活性并评估紧急程度将有助于我更好地管理中断。必要时，我会重新安排或委派任务。我怎样才能提高我的工作效率？优先考虑自我保健，定期休息，练习正念，一次专注于一项任务，委派其他人可以完成的任务。优先考虑自我保健和休息对提高工作效率至关重要。我会练习正念并在适当的时候分配任务。如何从时间管理错误中吸取教训？反思过去的错误，找出需要改进的地方，相应的调整策略，从经验中学习，以加强未来的时间管理。反思过去的错误和调整策略将有助于我提高时间管理技能。我将从我的经验中吸取教训并做出必要的改变。有效时间管理的最终秘诀吗？记住要现实地对待自己的期望，避免过度投入自己的期望。练习自律，并与时间管理策略保持一致。你有这个。谢谢，我很感激你的指导。我将实施这些技巧，努力提高我的时间管理技能。这是为了过上更有成效和更有条理的生活。第4课，探索自然。嗨，安娜，你听说过 Old Swan 和 Minster Mill 吗？这是一家备受好评的酒店，周围环绕着迷人的大自然。嗨，约翰，是的，我听说过。这个位置听起来不可思议。我一直想住一家自然环境优美的酒店。
老天鹅和明斯特磨坊非常适合大自然爱好者，它坐落在风景如画的风景中，有河流、花园和步行道。这听起来很令人愉快，我可以想象沿着河边散步，享受花园的宁静。人们还能在那里做什么其他活动？除了步行道外，他们还提供钓鱼、骑自行车，甚至门球等活动。这是进行户外休闲的好地方。钓鱼和骑自行车听起来像有趣的活动，这是与大自然建立联系并尝试新事物的绝佳机会。附近有景点吗？绝对可以。酒店靠近科茨沃尔德，该地区以其迷人的村庄和风景秀丽的乡村而闻名。探索科茨沃尔德是必须的。探索科茨沃尔德听起来很迷人。我看过漂亮的石屋和连绵起伏的丘陵的照片，这一定是一种独特的体验。确实如此，您可以参观博福德和水上伯顿等村庄，这些村庄以其旧世界的魅力和传统的英国建筑而闻名。我听说过博福德和水上伯顿，它们看起来像是直接从故事书里出来的。我很想在那些古雅的街道上漫步。这就像时光倒流。科茨沃尔德还为骑马、野餐和参观历史遗迹提供了机会。在如此风景如画的环境中骑马和野餐会很棒。我可以想象在自然美景的包围下度过悠闲的一天。绝对可以。经过一天的游览后，您可以在酒店的水疗中心放松身心，或者在餐厅享用美味佳肴，餐厅供应当地食材。这听起来像是一天的冒险后放松身心的完美方式。水疗课程和一顿美味的饭菜将是美好一天之后的重中之重。确实，老天鹅和明斯特磨坊独特地融合了自然、历史和休闲场所，这是恢复活力的度假的理想目的地。这绝对是我很想去的地方。令人惊叹的自然风光、迷人的村庄和豪华设施的结合令人难以抗拒。这是一颗隐藏的宝石，提供令人难忘的体验。无论您是寻求宁静还是户外探险，老天鹅和明斯特磨坊都应有尽有。感谢您分享这颗隐藏的宝石。它现在在我的参观地点清单上，我迫不及待地想沉浸在大自然中，探索科茨沃尔德。不客气，我相信你会在那里度过一段难忘的时光，享受大自然之美，留下持久的回忆。旅途愉快。第5课，在舒适的咖啡馆里聊咖啡。嗨安娜，这家咖啡馆的氛围非常舒适，你喜欢这里的咖啡吗？嗨约翰，气氛很可爱。我还没尝试过咖啡，你有机会品尝吗？是的，我有。这里的咖啡很特别，香气和味道确实令人愉悦。这听起来很诱人，我总是想喝一杯好咖啡，你有什么建议？卡布奇诺太棒了，它在浓郁的浓缩咖啡和天鹅绒般的奶泡之间取得了完美的平衡。
我一定会试试卡布奇诺的。他们还提供其他特色饮料吗？绝对可以，他们有各种各样的饮料，包括拿铁、玛奇朵，甚至还有一些独特的季节性食品。我很欣赏它的多样性，有适合不同偏好的选项真是太好了。有招牌糕点或零食吗？是的，他们展示了新鲜出炉的糕点、蛋糕和饼干，巧克力牛角包简直太棒了。我的弱点是巧克力牛角面包，我无法抗拒它们。我一定会一边喝一杯咖啡。这是一个完美的组合，温暖的片状牛角包搭配一杯热咖啡，简直太幸福了。事实上，这是生活中的小乐趣。除了咖啡和糕点，这家咖啡馆还有什么特别之处吗？舒适的座位区和柔和的背景音乐营造出轻松的氛围，这是放松身心和享受对话的好地方。我很欣赏气氛舒适的咖啡馆，有一个可以聊天和与他人联系的地方真是太好了。绝对可以，这里是朋友、同事甚至是寻求宁静时刻的独行游客的聚会场所。太棒了！我喜欢结识新朋友和参与对话，这是学习和拓宽视野的好方法。我完全同意，一杯咖啡边的对话可以启发人心并提供独特的视角。令人惊讶的是，一杯简单的饮料能将人们聚集在一起并引发有趣的讨论。当然，咖啡可以建立联系和培养社区意识。我很期待体验这种社区意识，在这里喝一杯美味的咖啡。我相信你会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这家咖啡馆可以让每个人都感到宾至如归。感谢你向我介绍这个迷人的地方，我很高兴能一起踏上这场咖啡之旅。不客气，让我们品尝每一口，尽情享受美味佳肴，在这家舒适的咖啡馆留下持久的回忆。第6课，自然保护及其意义。嗨安娜，你学过自然保护吗？保护我们的环境很重要。嗨约翰，是的，保护对于保护自然的美丽和平衡至关重要。他们在学校教过我们这件事。太棒了！对于年轻一代来说，了解保护自然资源的重要性很重要。绝对可以。他们强调了可持续做法的重要性以及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听到这真是太棒了！每个人都必须意识到自己在保护我们的星球方面的作用。他们有没有提到我们可以采取的任何具体行动？是的，他们讨论了为保护工作做出贡献的各种方式，其中之一是通过使用可再生能源来减少我们的碳足迹。这是迈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一步，优先考虑清洁能源替代品，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我们对环境的影响，这一点很重要。
他们还提到了回收和尽量减少浪费的重要性。我们日常习惯的微小变化可以带来很大的不同。绝对可以。回收和减少废物是节约资源和减少污染的简单而有效的方法。他们还强调了保护自然栖息地的重要性。保护生态系统可确保无数动植物物种的生存。的确如此，生物多样性对我们星球的健康至关重要，有助于生态系统的整体平衡。他们还提到了提高认识和教育他人了解保护的重要性。传播知识可以激励更多的人采取行动。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通过教育和吸引他人，我们可以共同努力实现可持续的未来。他们强调保护是一项共同的责任，它需要个人、社区和政府的参与和承诺。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观点。在更大规模的实施有效的保护战略时，合作是关键。他们还提到了气候变化对我们环境的影响，以及适应和减轻其影响的必要性。气候变化的确是一个紧迫的问题，重要的是要优先考虑可持续做法，努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他们鼓励我们参与当地的保护项目和组织，以对我们的社区产生切实的影响。太棒了！参与保护计划使我们能够积极地为保护我们的自然环境做出贡献。总的来说，他们的教导强调每个人都有能力通过有意识的选择和行动来做出积极的改变。这是一个强有力的信息。得知我们都有能力管理环境并为子孙后代保护环境，这真是令人鼓舞。绝对可以。让我们牢记这些教训，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来保护和保护自然之美。我完全同意。我们可以共同产生重大影响，创造一个更可持续和更繁荣的地球。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旅程，激励其他人加入我们的保护使命。确实，让我们成为我们希望在世界上看到的改变，为更光明、更绿色的未来而努力。第7课：拥抱舒适感和表现力。嗨，安娜，我想谈谈外表不应该如何定义一个人。以我们自己独特的方式保持舒适和美观很重要。嗨，约翰，我完全同意。必须优先考虑我们的舒适度，同时也要真实地表达自己。绝对可以。无论社会的期望或判断如何，我们都应该对自己的皮肤感到自信和自在。的确如此，我们的价值不仅限于外表，这关系到我们的性格、才华和我们对待他人的方式。你说的绝对正确。真正定义我们的是我们的行为和品质，而不仅仅是我们的外表。重要的是要以一种能让我们感到舒适，并反映我们个人风格的着装。信心来自内部。
确切地说，当我们的着装符合真实自我时，我们就会散发出自信，并给人留下积极的印象。而且这不仅仅是衣服，保持美貌还意味着要注意我们的个人卫生和美容。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和美容习惯表明了对自己和他人的尊重。绝对可以，这是关于展现我们最好的自我，同时忠于自己的本质。我们应该对自己的皮肤感到舒适和自信。说得好，这是在舒适和努力展现自己之间取得平衡。重要的是要记住，每个人对舒适度和表现力的定义可能会有所不同，这是个人选择。没错，最重要的是我们对自己的感受，这是关于拥抱我们的个性，忠于自己的本质。社会的美丽或时尚标准不应决定我们的自我价值，我们应该定义自己的标准并拥抱我们的独特品质。精打细算，我们应该庆祝自己的个性，认识到真正的美来自内心。绝对可以。当我们专注于发展自己的性格和善待他人时，我们真正的美丽就会大放异彩。说得好，让我们记住要舒服地使用自己的皮肤，真实地表达自己，定义我们超越外表的价值。确实，让我们拥抱自己的独特性，优先考虑舒适度，从内部散发出信心。为此干杯，这是为了拥抱我们的真实自我，保持舒适和体面，并激励他人也这样做。第8课，开始日常锻炼。嗨安娜，我一直在考虑开始日常锻炼，我想从每周3天开始，然后逐渐增加到5天，你觉得怎么样？嗨，约翰，这听起来是个不错的计划。逐渐开始，逐步增加锻炼频率是一种明智的方法。我同意，重要的是要倾听我们的身体，一开始不要把自己逼得太厉害，一致性是关键。绝对可以，从每周3天开始，您的身体可以适应和恢复，同时仍能朝着健身目标迈进。那是我的目标。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想改善自己的整体健康状况，增强力量和耐力。太棒了！记得在日常锻炼中包括心血管运动、力量训练和柔韧性练习。好主意，多样性对于确保我们锻炼不同的肌肉群，并保持整体健康和灵活性非常重要。为每次锻炼设定具体目标也是一个好主意。无论是增加持续时间还是强度，设定目标都能让你保持动力。我会记住的。设定可衡量的目标将有助于我跟踪自己的进度，并庆祝自己在此过程中取得的成就。而且不要忘记适当的营养和补水的重要性。用有营养的食物为您的身体补充能量并保持水分，可以支持您的锻炼。绝对可以。
均衡饮食和充足的水分将为我在锻炼期间发挥最佳状态提供所需的能量。倾听自己的身体，让自己休息一天也很重要。休息和恢复与锻炼本身一样重要。你说的对，休息可以使我们的肌肉修复并变得更强壮，这是健身之旅的关键部分。随着你的进步，不要害怕挑战自己，尝试新的练习或活动，让您的锻炼引人入胜且充满乐趣。这是一个很好的提示。尝试新事物可以让日常锻炼保持精彩，并有助于防止无聊或停滞不前。请记住，一致性是关键。即使在你没有动力的日子里，露面做某事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好。我会记住的。一致性最终将带来长期业绩和更健康的生活方式。绝对可以。我很高兴你能踏上这段健身之旅。记得享受这个过程并庆祝每一个里程碑。谢谢，你的支持意义重大。我期待着每次锻炼都能变得更强壮、更健康。你有这个，每一步我都会在这里为你加油。这是一段成功而充实的健身之旅。谢谢，你的鼓励是激励人心的。这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健康、更强壮、更有活力。第9课，目的地疫苗接种。安娜你好，我正计划去一个新的目的地，我想确保我知道旅行要求和所有必要的疫苗接种，有什么建议吗？嗨，约翰，这太令人兴奋了！在旅行之前，研究目的地的具体要求始终很重要。绝对可以，我不想在旅途中出现任何惊喜或并发症，做好准备是关键。首先查看政府官方网站或联系您正在访问的国家的大使馆，他们提供有关入境要求的最新信息。好主意，我一定要检查这些来源，以收集准确和可靠的信息。此外，了解前往该目的地的旅行者是否建议或要求接种任何特定的疫苗。这很关键。在探索新地方时，我想优先考虑自己的健康和安全。请咨询您的医疗保健提供者或旅行健康诊所，确保您了解最新的常规疫苗接种，并接种任何与旅行相关的特定疫苗。我一定会那样做的。采取必要措施保护自己和他人很重要。另外，可以考虑购买涵盖医疗费用的旅行保险，最好为任何不可预见的情况做好准备。你说的对，旅行保险让您高枕无忧，并确保在出现任何医疗紧急情况时我得到支持。别忘了带一个装有创可贴、止痛药和任何必要药物等必需品的小型急救包。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手头有基本的医疗用品总是明智的，
以防万一。另一个重要方面是熟悉当地习俗和文化规范，以确保获得尊重和积极的旅行体验。绝对可以。尊重当地文化和传统对于一次有意义和愉快的旅行至关重要。最后，随时了解目的地的任何旅行建议或警告，始终将安全放在首位非常重要。我会记住的，安全是我的头等大事，我会确保随时了解任何旅行建议。太棒了！通过精心计划和准备，您的旅行将顺利而难忘。享受您的旅行冒险吧！谢谢，感谢你的指导和良好祝愿。我很高兴能带着信心和知识踏上这段新的旅程。第10课，酒店狩猎。安娜你好，我正在计划行程，需要找一家酒店。我正在寻找价格适中的东西，对如何为酒店预算有什么建议吗？嗨，约翰，寻找价格合理的酒店是管理差旅费用的明智方法。让我们探索一些选项。谢谢。我想在舒适性和可负担性之间取得平衡。关于从哪里开始搜索有什么建议吗？首先浏览提供酒店优惠和折扣的旅游网站或应用程序，它们通常有过滤器来帮助你在预算范围内找到住宿。这是个好主意，我一定要使用这些过滤器来缩小我的选择范围。另一种选择是考虑留在游客较少的地区，远离热门景点的酒店往往更经济实惠。好主意，探索不那么拥挤的区域，还可以提供更真实的目的地体验。在预订之前，不要忘记阅读评论和查看酒店的评级，这将使您对他们提供的质量和服务有所了解。绝对可以，评论可以提供宝贵的见解，帮助我做出明智的决定。考虑直接通过酒店的网站预订或直接致电他们，有时他们会有其他地方没有的特别促销或折扣。我会记住的，直接预订可以为我节省一些额外的钱，并提供更大的灵活性。如果你对此持开放态度，还可以探索其他住宿选择，例如宾馆、旅馆或度假屋，它们通常提供经济实惠的选择。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我也会研究这些选项，看看它们是否适合我的偏好和预算。最后，灵活安排旅行日期，价格可能因1年中的时间或1周中的某一天而异。考虑在淡季旅行以获得更优惠的价格。我一定会考虑的。灵活安排旅行日期可以帮助我找到更实惠的价格。记得记录您的住宿预算，并相应的分配资金，保持在计划开支范围很重要。你说的对，
住宿预算将帮助我有效地管理总体差旅费用。第11课，睡个好觉的放松技巧。嗨，安娜，今天我度过了紧张的一天。哦，太糟糕了。睡觉前你做了什么放松的吗？嗨，约翰，我很抱歉听到这个消息。睡前放松对睡个好觉至关重要。让我们来探索一些技巧。谢谢，我真的可以利用一些放松来放松身心，恢复活力。你有什么建议？考虑练习深呼吸练习，用鼻子慢慢吸气，保持几秒钟，然后用嘴呼气。它可以帮助你平静心情，放松身体。这听起来简单但有效。今晚我会试一试，看看它能不能帮助我放松。另一种技巧是渐进式肌肉放松。首先紧张，然后释放体内从脚趾到头部的每个肌肉群，它促进身心放松。我以前听说过这种技术，但我从未尝试过。今晚我一定会试一试的。制定睡前习惯还可以向你的身体发出信号，表明该放松了。考虑读书、听舒缓的音乐或洗个热水澡等活动。这些都是很好的建议，我会尝试将其中一些活动纳入我的夜间例行活动中。限制睡觉前对屏幕的曝光也至关重要，设备发出的蓝光可能会干扰您的睡眠。尝试改为阅读一本实体书。我会确保我的手机远离床，读一本书听起来是更好的放松方式。创造舒适的睡眠环境也很重要，确保您的卧室凉爽、黑暗和安静。如果需要，可以考虑使用耳塞或眼罩。我会记住的。一个有利的睡眠环境可以极大地改善我的睡眠质量。避免在临近就寝时间摄入咖啡因或大量进食。如果你饿了，可以选择清淡的零食，选择凉茶而不是咖啡或含咖啡因的饮料。好主意，我会注意咖啡因的摄入量，睡觉前选择更健康的选择。最后，尝试在睡觉前练习正念或冥想，它可以帮助你平静下来，释放任何挥之不去的压力或担忧。我听过关于正念的好消息，我将探索一些引导式冥想练习，以帮助我在睡觉前放松身心。借助这些放松技巧，您将能够放松身心，为睡个好觉做好准备。祝你夜晚平安。谢谢，我很感激你的有用建议，我很期待运用这些技巧，享受一夜好眠。第12课，社交媒体和分享照片。嗨，安娜，你看过我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照片吗？嗨，约翰。是的，我做到了。你的照片看起来棒极了。它们被带到哪里了？谢谢，这些照片是我最近在山区徒步旅行时拍摄的，
风景令人叹为观止。哇，山脉看起来很漂亮，我喜欢你捕捉自然美景的方式，这一定是一次不可思议的经历。确实如此，被大自然的辉煌所包围，令人耳目一新，恢复活力。我很高兴能通过我的照片分享。你的照片无疑唤起了一种宁静和冒险的感觉，光是看着它们，我几乎能感觉到清新的山间空气。我很高兴这些照片传达了体验的精髓。我想把人送到山里，哪怕只是片刻。任务完成了，你的照片激发了我自己计划一次徒步旅行的灵感。有拍摄精彩照片的技巧吗？绝对可以。拍摄户外照片时，注意照明。黄金时段是日出后不久或日落之前的时段，为拍摄精美照片提供柔和而温暖的光线。这是一个很棒的提示，我一定要计划在黄金时段拍照，以增强自然美景。此外，尝试不同的角度和视角来增加照片的深度和趣味性。尝试不同的构图和取景技巧。我会记住的。在捕捉难忘时刻时，发挥创造力并跳出框框思考非常重要。在分享照片之前，不要忘记编辑照片。亮度、对比度和饱和度等简单调整可以产生显著差异。我很高兴你提到编辑，我经常忽略这一步。在发布照片之前，我会确保对其进行优化。另一个技巧是与观众互动，回复评论和消息，并对他们的支持表示感谢。它营造了一种联系感和社区意识。建立联系至关重要，我将努力与我的关注者互动，创造有意义的互动。最后，请记住要注意社交媒体平台上的隐私和安全设置，调整您的设置以控制谁可以看到您的照片和个人信息。这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在当今的数字时代，保护我们的在线隐私至关重要。我会确保我的隐私设置到位。通过遵循这些提示，您将能够有效地捕捉和分享您的体验，同时保持安全和引人入胜的在线状态。继续分享你的冒险经历。第13课，住宿和最终建议。安娜你好，我一直在研究我们即将到来的旅行的住宿选择，有任何建议吗？嗨，约翰，当然，我可以帮忙。你在寻找什么类型的住宿？酒店、旅馆，或者更独特的东西？我对不同的选择持开放态度，舒适性和便利性很重要。有什么建议可以找到最优惠的价格吗？找到超值优惠的一种方法是比较不同预订网站上的价格。Booking.com 和 Airbnb 等网站提供了广泛的选择。这是个好主意，我会确保比较价格并阅读评论以做出明智的决定。
另一种选择是考虑住在当地的旅馆或住宿加早餐旅馆，它可以提供更真实的体验，并有机会与当地人互动。住在宾馆听起来很有趣，亲身体验当地文化真是太好了。当然，此外，宾馆通常提供个性化服务以及有关当地景点和隐藏宝藏的内幕贴士。这是一个很大的优势，我会考虑预订一家旅馆，以充分利用我们的旅行。最后，还有其他建议可以确保顺畅于的旅行体验吗？装得轻便又聪明，只带可混搭不同服装的必需品和百搭服装。这是一个宝贵的提示。携带较轻的行李箱旅行可以使您的旅程更加舒适和无忧。此外，请确保准备好所有必要的旅行证件，包括护照、签证和任何必要的疫苗接种。绝对可以，必须提前仔细检查所有文档，以避免在最后一刻出现任何复杂情况。而且别忘了制定备份计划，可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因此做好准备并保持灵活性是件好事。好主意，制定应急计划可以帮助您应对任何不可预见的情况，并最大限度地减少压力。最后，让自己沉浸在当地文化中，尊重所参观地点的习俗和传统。我完全同意，拥抱当地文化可以增强您的旅行体验，并促进与当地人的积极互动。遵循这些提示，我们将做好充分准备，随时准备充分享受我们的旅程。谢谢你的帮助。第14课，带上可重复使用的袋子。安娜你好，我只是想提醒你，当你去杂货店购物时，别忘了带上可重复使用的袋子来装杂货。嗨，约翰，谢谢你的提醒。使用可重复使用的袋子是减少塑料垃圾的重要习惯，我总是随身携带。很高兴听到，通过使用可重复使用的塑料袋，我们可以对环境产生积极影响，并最大限度地减少一次性塑料。绝对可以。从长远来看，这是一个很小的变化，可能会产生重大影响。此外，可重复使用的袋子更坚固，可以携带更多物品。的确如此，它们经久耐用，可以承受更重的负载，没有撕裂的风险。它使杂货店购物更加方便。而且，使用可重复使用的袋子不仅适用于杂货。每当我去买衣服或其他物品时，我也会自带行李。这是个很棒的习惯。我们可以将可重复使用的购物袋的使用范围扩大到所有购物活动，从而减少对塑料或纸袋的需求。没错，这是关于注意我们的消费并做出可持续的选择。可重复使用的袋子是一个简单而有影响力的步骤。另一个好处是，一些商店为使用可重复使用的袋子提供激励措施，例如折扣或忠诚度积分。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这是额外的好处。
在保持环保意识的同时省钱听起来很划算，我会密切关注这些激励措施。此外，可重复使用的袋子有各种尺寸和设计，可让您在环保的同时表达自己的个人风格。我喜欢那个，这是为我们的日常购物增添一抹个性，并展示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承诺的一种方式。绝对可以。通过将可重复使用的袋子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也可以激励其他人养成更环保的习惯。传播意识并鼓励他人做出积极的改变很重要。团结起来，我们可以有所作为。毫无疑问，让我们继续带上可重复使用的袋子，以身作则。我们的小行动可以产生很大的影响。我很高兴我们站在同一页上，让我们继续努力，激励其他人加入我们的环保之旅。当然，我们可以共同为更可持续的未来做出贡献。感谢您注意携带可重复使用的袋子。第15课，买杂货。嗨安娜，你曾经在城里那家新杂货店购物过吗？嗨约翰，是的，我有，他们有很棒的选择和优质的产品。很高兴知道，我一直在寻找一家有新鲜农产品和各种选择的商店。绝对可以，这家商店还有各种各样的水果、蔬菜和有机产品。太棒了！我更喜欢尽可能购买有机食品，优先考虑我们的健康和环境很重要。我完全同意，有机食品不含有害农药，可促进可持续的耕作方式。除了有机农产品，他们还有其他杂货吗？例如乳制品和储藏室必需品。是的，他们确实如此。他们的乳制品区储备充足，有各种牛奶、奶酪和酸奶可供选择。他们的储藏室过道里有从意大利面到香料的应有尽有。这很方便，将所有东西都放在一个地方，而不是去多家商店，真是太好了。当然，它可以节省时间，提高杂货店购物的效率。顺便问一下，他们在结账时提供纸袋还是塑料袋？不，他们实际上鼓励顾客自带可重复使用的袋子，这是他们减少塑料废物的承诺的一部分。很高兴听到，我一直在努力提高环保意识，使用可重复使用的袋子是一个微小但有影响力的改变。绝对可以，在保护我们的星球方面，每一个小步骤都很重要。下次去那里购物时，我一定要带上可重复使用的袋子。谢谢你的提醒。不客气，传播认识和鼓励可持续实践非常重要。当然，让我们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做出积极的改变。感谢您提供的信息。第16课，尊重隐私。嗨安娜，
你有没有想过尊重彼此的隐私有多重要？嗨，约翰，绝对可以。尊重隐私对于维持健康的关系和建立信任至关重要。这是有道理的。每个人都值得拥有自己的个人空间和界限。没错，当某人更愿意对生活中的某些信息或方面保密时，必须征得同意和尊重。我完全同意。我们应该避免在未经他人允许的情况下窥探他们的个人事务。当然，这是关于体贴和理解。每个人在分享个人详细信息时都有不同的舒适度。对，尊重隐私还意味着不要散布关于他人的谣言或流言密语。绝对可以。我们应该避免讨论某人的私人事务，除非他们愿意自己分享这些信息。我认为与我们的朋友和亲人建立开放的沟通，并就我们愿意分享的内容设定界限非常重要。我完全同意。健康的关系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尊重隐私是其中的一个基本方面。除了个人事务，隐私还延伸到数字空间和在线互动。你说的绝对正确。通过谨慎对待我们共享的信息，并确保我们的在线账户安全来保护我们的在线隐私，这一点至关重要。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应该注意我们的数字足迹，并采取措施保护我们的个人数据。当然，无论是在现实生活还是虚拟生活中，隐私都是我们应该珍惜和保护的东西。绝对可以。尊重彼此的隐私，为每个人创造一个安全舒适的环境。同意，它增进信任，加强我们与他人的关系。让我们有意识地努力在互动中尊重隐私，并鼓励其他人也这样做。我同意你的看法，尊重隐私是成熟和同理心的标志。说得好，让我们继续在日常生活中优先考虑和维护隐私的价值。第17课，为孩子们带来欢乐。嗨，安娜，你对我们如何给孩子带来欢乐有什么想法吗？嗨，约翰，绝对可以。我们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为孩子们创造快乐和难忘的经历。太棒了！我想到的一个想法是在公园里组织一个充满乐趣的一天。听起来棒极了！他们可以在秋千上玩耍，滑下滑梯，一起野餐。是的，这样的户外活动总能让他们脸上露出笑容。另一个想法是与他们最喜欢的电影和小吃一起度过一个电影之夜。这是个好主意，他们将享受舒适的氛围和一起看电影的刺激。另一个想法可能是在后院组织一次寻宝活动，对他们来说，这将是一项有趣而引人入胜的活动。绝对可以，他们一定会喜欢寻找隐藏的宝藏和解开线索。
用它们烤饼干或纸杯蛋糕怎么样？这是建立联系并共同制作美味佳肴的好方法。这是个好主意，他们会喜欢混合食材和装饰烘焙食品的过程。家庭游戏之夜怎么样？我们可以玩棋盘游戏或纸牌游戏，创造一场友好的比赛，欢声笑语。我喜欢这个主意，这是共度美好时光并创造持久回忆的绝佳机会。我们还可以计划去附近的动物园或游乐园一日游，他们会很高兴看到动物或享受惊险的游乐设施。这听起来很神奇，对于孩子们来说，探索新地方和获得新体验总是令人兴奋的。而且，我们不要忘记讲故事的力量，给他们读他们最喜欢的书或创作我们自己的故事，可以激发他们的想象力。绝对可以，故事能够将孩子带到神奇的世界，并激发他们的创造力。最后，我们可以组织一个小型艺术项目，让他们可以绘画或创作工艺品，这将让他们的创造力大放异彩。我喜欢这个主意，艺术项目使他们能够表达自我，并享受色彩和材料的乐趣。这些想法一定会为我们的孩子带来欢乐，并创造美好的回忆。我完全同意，让我们努力为他们的生活带来快乐，珍惜这些时刻。绝对可以，看到他们的笑容和笑声是最大的回报，让我们让它成为现实。第18课，在日常工作中保持灵活性。安娜你好，我一直在想，在日常生活中保持灵活性也很重要，你怎么看？嗨，约翰，绝对可以。对日常生活的调整和变化持开放态度，可以带来很多好处。这很聪明，它使我们能够适应意想不到的情况，并找到新的机会。当然，灵活性有助于我们保持平衡且压力较小的生活方式。这是真的。当我们的日常生活过于严格时，我们可能会错过激动人心的经历或个人成长。绝对可以。通过拥抱灵活性，我们可以欢迎新的想法和视角进入我们的生活。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灵活性还使我们能够更好地响应周围人的需求。是的，它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和适应亲人不断变化的情况。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在结构和灵活性之间取得平衡很重要。我完全同意，拥有基本结构可提供稳定性，而灵活性则允许自发性和成长。对变革持开放态度，还有助于我们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和适应能力。绝对可以，它可以增强应变能力和应对生活挑战的能力。历程的灵活性还可以提高创造力和创新力。的确如此，
摆脱僵化的惯例可以激发新的想法和方法。倾听我们自己的需求，并相应的调整我们的日常活动非常重要。是的，自我意识在识别何时需要做出改变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我们不要忘记自我保健的重要性，保持灵活性使我们能够优先考虑自己的福祉。绝对可以，腾出时间来放松，做爱好和能带给我们快乐的活动是至关重要的。日常工作的灵活性也可以帮助我们找到更好的工作与生活平衡。没错，它使我们能够更有效地为工作、家庭和个人利益分配时间。总的来说，在日常生活中保持灵活性，使我们能够过上更充实和更有活力的生活。我完全同意，让我们拥抱灵活性，欢迎它带来的可能性。绝对可以，这是关于找到适当的平衡点，对不断变化的生活本质持开放态度。让我们努力保持灵活性和适应性，创造一个更加丰富和充满活力的旅程。说得好，这里是为了过上灵活而充实的生活。第19课，建立信任。嗨安娜，培养信任的一种方法是鼓励公开和诚实的反馈。嗨约翰，我完全同意。当人们感到被倾听和被重视时，信任就会开始蓬勃发展。没错，创造一个让每个人都能轻松分享想法的环境非常重要。通过积极倾听和考虑不同的观点，我们可以建立信任并加强关系。我完全同意，建设性的反馈对于个人和职业发展至关重要。它可以帮助我们确定需要改进的领域，并鼓励持续的学习和发展。没错，当我们提供反馈时，重要的是要专注于行为或行动，而不是个人。绝对可以。通过将行为与个人分开，我们可以促进更积极、更富有成效的对话。此外，在提供反馈时必须具体说明并提供事例，它使其更具可操作性。具体的反馈可以帮助员工了解自己做得好的地方或可以改进的领域。及时提供反馈也很重要，它允许立即进行反思和路线校正。是的，延迟的反馈可能不会产生同样的影响或相关性，及时性是关键。建立信任的另一个方面是对自己接受反馈持开放态度。的确如此，热情的反馈表明我们重视他人的观点并致力于增长。重要的是要专心倾听，不要对收到的反馈采取防御或不屑一顾的态度。积极倾听表现出尊重，并为开放和诚实的沟通创造安全的空间。没错，当我们积极倾听时，我们表明我们重视他人的意见并愿意学习。
此外，认可和赞赏我们收到的反馈有助于建立信任和融洽关系。绝对可以。表达感激之情，表明我们重视提供反馈所付出的努力和勇气。信任是建立牢固关系的基础，无论是个人关系还是职业关系。通过鼓励公开和诚实的反馈，我们创造了一个有利于信任和成长的环境。信任可以促进协作、创新和建立强大的团队。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需要所有参与者的努力和承诺。通过开放的沟通和提供和接受反馈的意愿，我们可以增强信任并取得成就。我同意，建立信任需要时间，但对任何关系或组织来说，这都是一项值得的投资。信任是有意义的联系的基石，可以培养归属感和相互支持。让我们继续鼓励在互动中提供公开和诚实的反馈，并目睹信任的蓬勃发展。